大家好，天堂紀念版官方在昨天7月20號下午5點發布了最新的伺服器轉移公告。這次的轉移呢，一共分為2波進行。第一波台灣時間7月22號維護後到7月28號的晚上10點59分。第二波是台灣時間7月29號維護後到8月4號的晚上10點59分。注意，每波只能轉移一次。至於可轉移的項目，包含了角色本身、背包內的道具，還有穿戴中的裝備，以及小於15億的金幣。另外，選擇血盟轉移時，相關規範跟角色轉移是一樣的。在申請條件方面，每日開放的時間是台灣時間早上8點到晚上11點，其他的時間都無法申請。然後，另外週日下午5點到晚上9點的時間也是沒辦法申請的。角色必須達到30級以上，金幣不能超過15億，背包內也不能有信件的道具，角色必須位於安全區域才能提出申請。最重要的一點，目標伺服器必須有剩餘的角色欄位。詳細的角色與血盟轉移條件啊，官方有列出很清楚的表格，大家可以再自行到公告看一下。獨眼巨人與獅子這2個伺服器無法進行轉移，飛馬伺服器第一波只開放轉入，第2波才會同時開放轉入跟轉出。至於具體的轉移流程教學，大家可以再到公告裡面去看。不過大家最在意的應該是轉移的價格，伺服器轉移交換券一組是台幣650塊，裡面包含角色轉移券跟血盟轉移券各1張。完成轉移後的角色就可以進行改名咯。看來這次的公告裡面依然沒有明確的說明 PVE 跟 PVP 的伺服器到底能不能互相轉。如果真的可以隨意互轉，那未來各伺服器的幣值跟稀有道具的價格應該很快就會趨近於一致。畢竟大家現在都可以像荒潭鏡一樣跳進去又跳出來啦。接下來是死亡懲罰的調整公告。官方表示，自從7月8號更新改善死亡懲罰後，確實減輕了大家死掉的負擔，但原有的戰鬥緊張感也因此降低了許多。官方對此表示遺憾，所以為了找回戰鬥的緊張感，官方決定在7月22號維護後，將死亡懲罰的復原經驗值調整為 97.5%。幫大家翻譯翻譯，原本死掉是扣 5% 的經驗值，在7月22號維護之前呢，是可以回復 4.995%， 但在7月22號維護後，回復的經驗值會變成 4.875%。最後，昨天有人在問啊，為什麼我上一集沒有講到海神伺服器的攻城戰？因為這場攻城戰完全就是妖精劍陣跟小月月釋放雷霆風暴的表演秀。不管是金旋風的騎士還是小許的騎士，只要踏入妖精劍陣的射程範圍內，基本上扛不到5秒就飛回家了。那個極快的香消加上劍陣集火，真的是太兇殘了。如果我講解戰況的話，只會變成金旋風踏入劍陣5秒後回蒙屋，小許踏入劍陣也是5秒後回蒙屋。不過這些騎士們為了瓦解劍陣，依然是不屈不撓的一次次衝回戰場，為後方的法師與妖精爭取輸出空間。講真的，兩邊實況看起來簡直就像無限閱讀一樣。而在國旗盟這邊，瓦解對方劍陣的主要輸出是小月月的雷霆風暴。金旋風陣營這邊似乎缺乏像雷霆風暴或流星雨這種大範圍傷害的法術，導致楓木城防守的劍陣自始至終都屹立不搖。不過就在攻城戰打到一半，金旋風所在的陣營呢轉向攻打肯特城跟妖堡，因為這2座城本來就沒有重兵防守，所以很順利的就拿下來了。但大家都知道，攻城戰開始後的前面45到50分鐘的戰鬥都是打爽的，永遠的關鍵都在最後的幾分鐘。在攻城戰的時間到最後15分鐘之前，國旗盟全員死守楓木城。直到倒數15分鐘左右，國旗盟才分出部分的兵力去攻打妖堡，而金旋風陣營也立刻全體回防肯特城。在城戰最後倒數8分鐘，金旋風調動肯特城主盟的部隊前往支援妖堡，因為如果肯特城有狀況的時候啊，主盟可以直接飛回城防守。
就在國奇盟前往支援妖堡時，金旋風也帶隊前往妖堡，兩軍展開大決戰。最後妖堡被國奇盟順利奪下，最終結果國奇盟佔領了楓木城跟妖堡，戰盟呢則是佔領了肯特城。本周國奇盟以2-1的局勢贏得了這場勝利。不得不說，海神伺服器的攻城戰真的是打好打滿，整整1小時絕無冷場。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大家對於這次移民跟死亡懲罰再次調整有什麼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